们讲到，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淡水河竟然河道这么快就被人家给开到。这个呢是有一名阮姓大陆男子，他9号开了这么一台小小的艇，然后就横跨台湾海峡。现在大家都在问，到底我们有没有掌握到啊？好啦，竟然呢，这个海巡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说有啦，其实一直都有，我们有知道那边有艘船，只是我们误认为它是一艘这个台湾籍的渔船嘛。那结果呢，后来发现了业者通报海巡录音档曝光，业者呢是因为他的船就被对方给撞到了嘛，那请人来处理，打电话给警察，警察说，这问我你看他还损了啊，那打去海巡了，结果他就说，请问您那边是哪里？那不就很明确的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没进入状况，都没掌握嘛？没有，他今天有讲法，他说其实是有的，那只是说呢，我们全程监控，但是呢，垂直横向没有完全做好通报，所以才会有部分人没有掌握到状况，不是真的没有，是真的有。可是问题是你要想，他这个是连过不知道几关呢，一路就这样子直接进到我们的海口，还可以呢直接就在我们平常可能你在吃阿 K 的时候看着海面，他就站在你旁边，你这想起来是不是会有点可怕？而且现在又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他还是退役的军人，这个解放军退役下来的。好了，那大家就开始来讲了。那我们的卓荣泰行政院长不用说吗？他的讲法是他会要求国防部还有海委会来展开即刻的检讨，杜绝这个事件的发生，希望大家呢能够确实做到。但是管碧玲的说法是，当然该处分的会处分，但他特别强调了，他说其实也表示我们有很多东西必须要来加强啊，我们的仪器部分是不是要加强？像这一次呢，我们可能只有看到的那个点啊，那用热像仪就可以补充雷达只有光点的不足，就会减少误判。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设备不够好啦，才会造成这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我们要问啊，去年海巡部花了5亿建构什么环岛智慧型暗记监控系统啊，5亿嘞，现在都一点用都没有啊。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已经兵推出来的2028两岸中避一战啊。2028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台湾下一任总统选后的第1年。那现在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然后习近平第3任的第2年，他这个应该是他最后1任，因为他第3任就80岁了，就80岁了。所以呢，在这里他任内要完成两岸统一，所以这一个已经可以讲了，2028现在不到5年的时间哦，这么短的时间，那现在台湾连这点准备都没有，连随便一条船就可以闯进来。那现在全世界呢，在对于两岸呢，都是一个备战的方案，兵推备战兵推。所以刚才在谈呢，这个和平的兵推，和平的方案，其实现在应该要来讨论了那什么样的和平呢？转折点在哪里呢？现在要找转折点，怎么样能够把这场灾难能够转向和平？不然好像势必会发生。那现在的包括你说蒋万安这一个文化交流啦，文化交流是这一个看起来是台湾比较能够主动做的地方啦，扩大寄望于14亿的大陆人民呐。现在这个大陆人民现在对台湾的一个看法跟也会给习近平很大的压力，让他好像不去完成这个统一的那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所以呢，其实本来大陆的人民对台湾的印象是非常好的，非常觉得台湾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现在他们筹台也是非常的，就在这几年当中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以像这个民间能做了，这个中央，你看民进党政府现在只有这个备战兵推，看起来，那这个如何解套民间或者是什么应该文化交流啦，或者是怎么样是
来加强努力。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一次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会吓一跳？因为这个就表示他可能会站在我旁边，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他就这样上来了。我想要请教一下洪庭啊，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呢，你会看到海军跟海巡他们自己讲了，他们说呢，其实24海里是他们的分工基准嘛。那所以这次另一个可怕的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海巡怎么会不知道他上来？那同理啊，那海军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他在24海里之外。那怎么会不知道呢？海军不是有雷达吗？那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它显示出来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危机？我觉得第一，国际政治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很细腻的操作啊。其实你看，像我们刚才我们的新竹舰到了所谓的夏威夷，我们是用海巡的角色，然后来做所谓的靠港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他们是军演，我们是海巡，这个执法跟军事它就是一个落差。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比较重点是。如果这个时机真的这么巧的话，因为6月7号的时候，顾立雄才直接讲说，我们针对所谓的这个防卫权的这个部分，第1级的定义，我们去做改变。只要实体进入12海里的时候，就会及时去做介入的这个部分。6月7号在立法院讲完这件事情以后，大家还在讨论说，你是不是要改变以前他的这个第1级的定义的时候，6月9号马上就用什么？用一个前舰长、退休舰长的身份，做了一艘5吨的小船，那进来。那我觉得，当然这里面分几个部分来看，就是说，第一，5吨的小船，我个人认为说，它5吨的小船要真的横跨海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它中间是不是有其他的船只的接应？那它到底在哪里接应的？如果是在24海里内，还是24海里外？因为看起来，如果他已经，因为按照过去的所谓的2024的这些所谓的演习的这些概念，他们都已经非常接近我们。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很接近我们，所以我们也不敢什么？我们也不敢有所谓的船舰在附近做追歼，才会漏掉这个5吨。因为5吨的船基本上在雷达上是看不太见的啦，是几乎没有办法看见。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它只要进了12海里以后，你海巡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上船登检这件事情，就执法。因为已经跟军事无关了嘛，所以军事那一段你退掉，这一段没有做，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海巡为什么没有登船去做检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所以我相信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假设这件事情是一个计划好的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侵扰好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能上岸啊。那我们能让他上岸，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刚才我们一开始谈的国土安全部的顾问的那本书里面。他其实2028是他假设的时间，但他从4个角度来讲，他说历史、命运、安全跟习近平的历史定位，从这4个角度上来看，他认为说嚇阻这件事情，目前来讲，在美国跟美中之间有点困难，因为他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互赖会造成未来制裁上的困难，所以。经济上制裁的困难的嚇阻看起来是相对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大。军事上坦白讲，你看我们包括环太平洋军演，包括那么多的外国的这些船舰经过台湾海峡，已经做到几乎是顶端了。但是你自己台湾，我们自己中华民国，我们自己表现出来的态度呢？我们让人家登上来了，就表示我们的嚇阻能力不足嘛。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最后这本书的结论其实很妙。他的结论是说，我要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的科技发展能够足以到嚇阻中共开战。这个是我们面对接下来这几年最重要的事情。表示说，其实他的论点是我们不能像乌克兰一样直接被逼到开战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里面又回到另外一部分。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各国现在都在做军备，就会造成什么预言的自我实现是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最大的重点就是，和平只有2种方法，一个就是嚇阻，一个就是沟通。这2个是可以一起进行的，而不是只有嚇阻或只有沟通。所以这回到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双城论坛跟沟通跟对谈是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件事：今天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和平，那嚇阻跟对谈这2件事，我们都要进行，否则台湾如果像赖清德的演讲稿这样子一面的这样往这边走的话，基本上我认为我们最后进入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几率就很高。所以我也希望说，你看民进党让胡歌来，我觉得他也是某种程度，他也知道说我前面的致辞演说过头了，我现在在做一个政策上的摆荡回来，就是做一个政治上的操作。我觉得要补充一下是，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它夸张的地方在于说，如果说当民进党政府，由于像赖清德他采取的立场跟他做的一些言语或他的一些行动，比起蔡英文来的更硬一些的时候，你会预测说他应该有把握，或者某个程度来说的话呢，因为我知道我很硬，
那但是我做好了完全的战备，而且我们跟美方那么的关系好，他要我们买的军购我们都买了，然后他要我们做的配合我们都做了。那这段时间的话，坦白讲，过去的半年1年当中，美方的各个方面的，不管是情报人员、什么教官等等，来到台湾的是越来越多。说实话，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的话，我们虽然觉得说两岸之间应该要更和平，我们认为台湾应该采取更多的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但是眼看着民进党所主导之下的台美越来越近，你大概也知道说，好，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至少我们开始花了那么多钱，我们开始武装自己了，我们已经成为了不管是刺猬也好，还是豪猪也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看，你说刺猬，你说豪猪，结果就一颗船就嘟嘟嘟嘟嘟就直接开过来了，真的是开到我觉得有点夸张，就开到说你海防也不知道，你海巡也不知道，那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说我们的政府呢，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有点很糗，那所以开始呢去罗织一些理由哦，所以你看不是有不同的版本嘛？有说啊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到岸边去逮人，也有人说是因为是渔民有通报，所以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去等人。那但是那个这个事实上是前少校说我自己走去报案。所以我觉得各式各样的说法只凸显出来，就是第一个，民进党政府所做的，就是说跟他自己的言行是完完全全落差太大。就他的说法当中，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做好十足的准备，就算我们其实没有打算要去真正引战，但是因为你话讲的那么硬，我们应该做好了十足的战备。但你会发现说嘴巴很会说。但是现实当中非常的疏松，就是你不管讲人家说什么什么现实很骨感啊，就总而言之就是你说的跟做的差太多太多，这是第一个，差太多了。我觉得真的我们看了很惊讶，就是你几乎是海防空洞，海防空虚。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好，那事情发生了。还是一样，跟上次那一次的那个金马那个惊吓，对惊吓的那部分，就是你不断的扯谎，你就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现实。像我们到现在为止，海巡还出来说，哎呀，过去啊，就包括我们看这个蔡清也这样说嘛，哈，说啊，事实上这个偷渡客在台湾附近，每一年至少都有10几起。然后还举了个例子，说几年前啊，曾经有人驾船到了台中去投奔自由。问题是差别在哪里？首都圈。不只是说辜立琼说我们首都圈做好了各式的防备，我们过去几次的军演不都是在首都圈吗？就假想他从淡水河上来不是吗？那问题是你说了你做了，结果你发现竟然这样子的不堪一击。但是问题到现在为止，他不愿意承认，我觉得还在扯谎这件事情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糟糕。就你不愿意去面对你说的跟做的落差这么大，我们的军方、我们的海巡完全不具备你现在所说的，在不断的硬起来的同时，你的危机意识跟你的安全意识，那我们怎么会放心呢？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淡水河道，我看到他们军演，然后结果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军演还曾经有人在淡水河道这边呢，就不是那么的顺啊，后来还被检讨。没想到人家第一次来，可能水温也都还不清楚，人家啪啪啪，就开到了，突然之间就在那里旁边跟你一起看着海，看着夕阳，大家幻想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先进广告，等等继续说。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当对岸这个前舰长来的时候，我们讲就这样，就人家进来了。这位前艇长来，然后呢，我们感觉上呢，就是好像都不长眼，没有长眼，但对内呢，这个是罗智强委员讲的，说对内我们是开天眼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呢，巧芯他的一个讲法就是，其实为什么当时民进党的这个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他可以在节目上头拿出那个资料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一个世方公司，好，这个世方通讯呢，现在说里面的董事长其实是新潮流的人士，也因为这样，大家开始在问，不对啊。他管机房的他为什么可以去做舆情分析？那个跟他的业务不太有关。他也出来澄清了，他说没有，我其实呢是有找我们的这个智慧云的厂商来抓一些关键字，我们跟那一些资料各自都没有碰到关系。但很多时候你越听，你就会觉得越奇怪。越模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王义川可以讲的这么样的信誓旦旦，同时呢他是用膝盖想都知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里面绝对有什么猫腻。想要请教一下向荣哥怎么看？先补充一下，刚刚我们讲的快艇，虽然那已经过去3天，这个人是在端午节假期来的，对，白天上岸，是早上风光明媚。这几天如果你有注意天气，北部地区空气品质非常好，对，透视度很高。
台湾的军方或者海防需要跟大家交代，就是天上飞的逆中的歼20，你说你看不到，海上跑的小船你也看不到，他就这样子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半个多小时，已经在码头边上跟碰到的这些的民众，已经在那嚷嚷半小时。然后因为扯不清，人家呢才通报。换句话说，从他上岸了到通报到海巡接到现场，中间呢大概相差快1个小时的时间。你知道从淡水河口渔人码头，因为那边我们常常去嘛。渔人码头往北不到1公里就是沙仑海滩，沙仑海滩是红色区域，就是解放军登陆的红色区域，北部的唯一的红色区域。如果大规模的2栖登陆要进北部，就是在那里。这个渔人码头是2年前的汉光演习，2年前汉光实兵演习就在渔人码头这个位置上面演习的就是反登陆。你2年前的演习演了半天，今天人家呢就直接过来，他是真正的自由行的第一人。我说他是靠着一艘小艇落实了两岸直航的第一人，两岸呢直接从福州呢到台北，没有人这样子走过，他是第一个。他也是真正落实美国每次经过台湾海峡都说呢航行自由，他是真正航行自由的第一人。所以美国也没话讲，你平常航行自由，他也一样航行自由啊。可是这艘的小艇进来的位置不对的。他的时间你要知道，他是早上的时间了，大庭广众之下，星期天早上3天连假上来。如果他半夜来，我半夜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淡水码头你去过，晚上是没啥人的。他上来之后呢，在那地方呢闲逛个半天，不会有人发现。如果没有人发现，进到了渔人码头那个位置。有没有搭过淡水河上的那个过去慢慢开的那个小游艇？蓝色公路，蓝色公路有一个航段，最热门的航段就是渔人码头到大稻埕。渔人码头到大稻埕呢，那个小艇这样嘟嘟的小船，一趟航程45分钟。以它的速度，大概是那个我们平常的那个游艇的速度的2到3倍。我告诉你，它15分钟左右，它大概就到大稻埕。他可以在大稻埕上岸了之后呢，在华西街、万华龙山寺逛一逛。他甚至可以到你赖清德的家门口，到总统府前面呢去自拍，自拍完了之后再回去，你也看不到他。诡异的是，我们的军方这件事情用这种的这么草率的，你想要逃避责任的方式，那个旁边。渔人码头在往北不到沙仑的前面的那个位置呢是海巡，海巡的后面，我们的两栖的登陆车、战车呢都在那个位置上面，那边是有重装备的，那边是呢反登陆的重点，是反斩首行动都守在那个位置上面。它的对面，渔人码头的对面，大家站在那地方一看，你看到观音山。整个北部地区的海口防御的制高点在那上面是有雷达、有导弹的。结果呢，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个是需要说明的。我跟你说，他45分钟，他就已经可以到大稻埕上岸了，可以到台北市的市中心区。这一次他是一个人来，我说今天上来的，如果说是4个人到6个人的一个特战小组，你认为他上来他能干嘛？如果我一个人一艘小艇你看不到，我4个人6个人晚上来你看得到吗？他是真的可以做很多事。你看到的俄乌战争当中呢，许多的特战小组就是4个人一艘艇就过去了。我是亡命，我去了没有打算回来，但是我把我任务完成就好了。这件事情我们竟然这么的轻描淡写。拜托，今天是6月12号，他6月9号是要上来。6月30号之后，那个全区域都管制啊！我们的蛙人水兵现在已经在演练，那个地方全区域管制，因为6月底汉光40号就要登场了，那是汉光40号演习的重点区域，人家先来帮你踩线，让你不用演，实兵你试试看，你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在这种的情况下面，我们对这件事情最后呢，还准备用这种故弄玄虚的方式说，哦，这个人进来，我们觉得他别有所图，请问你他图什么？他早上的时间呢，10点多的时候呢，在一个风光明媚、游人如织的3天连假的中间的那一天，在渔人码头上岸，你认为他图你什么？他是上来完全要测试给于北辰看，我就是呢，我就是所有的导航呢非常的精准，我设好了北斗，我要到渔人码头，我都不用管，我就直接就到渔人码头了。他的导航可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他如果再导到大稻埕，他如果要去逛宁夏夜市，把黄仁勋踩过的景点踩一遍，我看你根本不知道啊。
当他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军方你看到我们的海巡仍然在用遮遮掩掩，海巡的船4000吨的新竹舰呢到夏威夷去。对了，你10多年没去过，去干嘛？大家不知道嘛？你5月29号出发，你7月2号回来，7月2号就是环太军演结束的时候嘛。环太就6月底啊，结束的时候你就回来，反正你也不可能参加人家军舰的军演，你参加的就是二线的这种的海上救难啊、救援啊、海警之间的这种的协同啦、这种的相互的配合。演习完就回来，这有什么好遮掩的？你就讲就好了嘛。新竹舰去参加了2年1次的环太的军演，也不用把环太讲得多伟大。我说环太29个国家参加，真正美国的盟友连美国加起来11个，真正在亚太地区的连美国加5个。29个里面大部分都还是北京的朋友。我告诉你，我说的朋友是真的是跟北京的好朋友，给你美国一个面子，参加环太军演而已。台湾在这种事情当中，不要老是呢骗老百姓，觉得好像今天大家兵强马壮，觉得真的可以为台湾拼一条命。我们固然刚刚的主持人提到说大家都爱好和平，错。和平是我们挂在嘴巴上面的。美国从来没有说他爱好和平。美国曾经说他爱好和平吗？美国是每年都在打仗的。解放军是40多年没打过仗，谁爱好和平？不要把爱好和平以为我们爱好和平，就以为大家都爱好和平。美国每一年都有人死在美国人的手上。美军是非常喜欢战争的。当他是个战争机器的时候，他怎么会爱好和平呢？最后我们刚讲胡歌，胡歌。你不觉得台湾的演艺圈太孬了吗？胡歌来不到24小时，受到这种非人的待遇，除了呢很谨小慎微的参加那样子一个座谈之外，其他的时间呢就躲在饭店里面，连出来跟台北这么多的好朋友吃个饭呢都没有。没有台湾，我不要说一般民众，有没有台湾的演艺圈声援他？这么多台湾的演艺人员、歌手，你每天在大陆办巡演、演戏，所有的戏剧、电影、演唱会都有你们呢。为什么你们可以在大陆自由的活动、自由的赚人民币？胡歌这样子一个人到台北之后，要这么憋屈的躲在饭店里面，大家都安静，我就觉得台湾很孬，台湾真的很不要脸，大家还要去蹭胡歌，凭什么蹭胡歌呢？你可以说我不喜欢哪个演艺人，可是人家一个演艺人到台湾之后，需要把你当作是所谓的统战对象，好像呢看管就近看管，晚上都不敢出门，有这种必要吗？台湾到底是什么社会？其实，在这一次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从刚刚一开始的就是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包括胡歌来，然后包括呢这个对岸来的这位。类自由行的这位前庭长哈，到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王一川。王一川呢，他现在就是因为他被讲说是不是有在监控人民啊？这个是我们巧芯他提出了一个爆料。那同时呢，他也讲了说，那你被拍到就是什么？就拍到就是你几次的都在闯红灯啦。但不管是怎么说，最重要的是，到底你的这些资料是哪里来的？巧芯就问啦，如果说真的就是释放电讯的话，那 NCC 这边到底到现在都几天了？能有个说法吗？请教一下洪委委员。我认为 NCC 它不会有什么说法啊，因为释放通信它在第一时间也否认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就会不管是中华电信也好，或者是 NCC 也好，就说释放通信否认，释放通信当然不敢承认呐因为第一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业务，更何况他去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政党，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 NCC 真的一定要做行政调查，因为包含这个释放通信，它确实是这个中华电信的子公司。那么今天徐小溪他是把很重要的人事实地物什么时间，然后谁报告，他引用的是谁的资料，就引用这个释放通讯的资料。那所以这到底有没有所本？因为事实上在这个民进党党中央他们的秘书长出来去否认这件事情的时候，否认的事实上是非常心虚的。他说没有徐巧芯所说的这样的事就这样子结束喽。李佑昌说你们在监控他，监控他们民进党那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多人看不下去了，才会把因为按照他说你监控我，那就代表确有其事啦。不是这样子吗？因为不然你怎么讲说，你们在监控我，就代表你确有其事。那这件事情我认为为什么它非同小可？那释放通讯它的董事长，那事实上他就是新潮流的那
我们在中华电信过去很多它的从它的母公司到它子公司，都有很多的绿营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它的派系人物去在那边做酬庸。那除了这四方通讯，除了刚讲这个董事长他是新潮流的人马之外，那因为刚才还有人传给我那个林育卉哈，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绿营的名嘴啊。那过去呢，大家就常常说这个林育卉他参加很多的评审，包含什么从这个土地的招标啦，或者是一些文艺的演出什么的，他就是一个人呢，可以参加好几场、上百场的评审委员。那他很多的评审委员，他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四方通信的顾问啊。那请问一下，他到底何德何能？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才能？他去当四方通讯的顾问呢？所以我们要质疑的是，就是说从这件事情可以完全能理解，民进党在执政之后，他是不是把他很多的他的一些侧翼也好，或者他的派系人士也好，安插在这些国营事业里面，然后呢，去取得别人拿不到的资料。中华电信很多次的讲说，像这样牵涉有各自的东西，我们是从来不会提供的。这个民间公司不会拿到，然后这些公关公司也不会拿到，那为什么民进党会拿到呢？所以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可是呢，我觉得他们已经已经画了一条红线。你看这件事情，徐小新讲完之后，总统府立刻出来说，徐小新都是造谣啊，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声量。我说那很奇怪耶，行政调查都还没有调查，NCC 都还没有调查，你就立刻说，这个就是造谣。那所以这代表什么呢？那 NCC 还要调查吗？不是，就是你总统府就直接下指导棋了，这更坐实了 NCC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它可以独立去调查的一个单位。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因为蹊跷太多，而且牵涉到我们的政府或者我们的政党，竟然可以窃取这个国营事业里面我们人民的个资来做选举，或者他这个造势的所有的比对，或者他选举的这些比对的资料，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国会改革为什么那么重要了，也就是也现出为什么现在他们要提复议案，为什么民进党那么怕，为什么行政院那么怕了。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